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文大叔。这个频道以 AI 应用以及智能化工作流程为主，带着你一起学习，一起探索 AI 的无限可能。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让 AI 成为你的超能力。Hello， 大家好，我是凯文大叔。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用过这个 Cloud Code？那 Cloud Code 在使用上有两种方法。一种就是购买这个 Pro 会员，或者是说如果你要更高的额度，你就用 Max 的会员。那 Max 会员呢，其实它有两种一种是100美金一个月。那另外一个就是200美金。那它的差别就是在使用的额度。20美元的是使用额度最少的。那像如果是 Max 的话，它的用量就可以高到5倍。那200美金就是到20倍。200美金的话，基本上就是一个人在用，可能一天很难达到200美金啊。除非是在公司专门在做开发程式，才有需要用到那么大的额度。另外来讲，Cloud Code 非工程师的人其实不会单独去购买 Cloud Code 的会员。以程式开发来讲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它的其他应用上来讲就比较薄弱一点，就没有那么好用就对了。所以很多人其实也不太愿意花20块美金来去买这个会员。好，那今天凯文大叔来教大家一种就是最近看到的一个方法，可以让你去做一些体验这样子。好，那透过另外一种方式来去让你了解说这个 Cloud Code 怎么样去做使用。那你真的觉得这个 Cloud Code 还不错，那之后再看看你是不是要直接来购买这些 Pro 或者是 Max 的会员。OK， 那这个是一个叫做 AnyRouter 的一个中转供应商。好，那这个应该是大陆的厂商啦。Cloud 基本上现在就是会封锁大陆使用。所以大陆如果要去用 Cloud 相关的一些功能，都要透过这些中转供应商才能用。不管是 OpenRouter 或者是像这个 AnyRouter 都是类似的做法。好，那 AnyRouter 应该算是一个新的中转供应商，目前还有可能是在推广。所以他现在只要注册就会送50美金。好，那另外你们如果透过凯文大叔的连结他会额外再送50美金。好，那其实总共加起来100美金，要让你去做试用的话，我是觉得还绰绰有余。目前是都还没收费。好，所以它其实只能透过这个注册跟分享来去增加你的额度来使用。其实目前这些中转供应商或者是有一些提供免费额度使用的这些模型基本上就是会拿你的资料来去做它的练习的资料啦。这个资料是有一些机密的成分，或者是说就是上面会有一些重要的资讯，不希望让你的资料去让它学习的话，其实就不建议用不管是中转供应商或者是一些免费的模型。好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AnyRouter其实它是还蛮特别的一个中转供应商。因为目前大部分的中转供应商都是提供类似像 API Key， 让你直接透过像 API 的呼叫来去做使用。但是这个 AnyRouter 目前唯一可以去做使用的就是直接在 Cloud Code 上面去用。所以还蛮特别的。OK， 好，那它这边上面有一个使用指南，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介绍。OK， 你看它这边就有写说限时的福利。好，你只要注册就会有50美金。那如果再去透过我的账号分享，好，你会再额外拿到50块美金，总共就有100美金。好，那之后你们如果有需要的话，也可以再去分享给其他人。好，那只要别人用你的账号去注册，你自己也可以拿到50块美金。OK， 好，那其实像这边它没有写什么功能主要就是像这个，它就是可以让你在 Cloud Code 上面做使用。目前我还看不出来它会有什么其他的服务。第一个就是要先抢一些注册的人好，那之后可能会拿你的资料去做一些学习之类的吧。好，这个不清楚。好，所以你如果怕你的资料被他学习，你就不要用。好，这个就这么简单。安装的部分其实我就不特别讲。好，那我们直接来看到后面，它其实就是注册完了以后好，跟一般的那些供应商一样，都是会提供一个 API Key。好，那你只要把这个 API Key 在你登录那个 Cloud 的时候你去做这个设定。好，你去把相关的这个 token或者是 URL base URL 把它设上去，那之后它就可以透过它的这个中转供应商来去使用 Cloud Code。我后面再跟大家讲一些比较方便的做法。好，因为你如果每次在进入 Cloud Code 都要打这个东西，其实很复杂。好，所以它其实下面有写这个方法。
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用这个方式去做会比较好。这个东西就是把你的 API key 跟你的 base URL把它记录在你的这个 run command 上面。run command 其实就是你登录 Linux 它第一个会先执行的东西，强制把这个设定直接去记在 run command 的设定里头。那之后你进去 Cloud 就不用每次都去打这个指令了。好，那回到我们的这个 AnyRouter 的这个界面啊，它的API key 就是在这个 API token 这里。好，点下去 API 的产生方式大概都这样，你就可以直接在这边去建立一个 token。好，那建立 token 完了之后，它这边还可以设期限啊。好，那通常都是无期限的这样子。好，那你可以取个名字。那完成了以后啊，其实它就会有一笔这样的资料。好，那你可以把这个 key 复制下来，那我们再去后面的设定上面就把这个 key 贴上去。好 ，OK， 好，那我们就到 Cloud Code 上面来看一下怎么样去设定这个 key。OK， 好，那接下来我就是在这个要在终端机的画面上面来操作给大家看。好，那另外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现在开的是 VS Code。好，那为什么我直接在 VS Code 里面开，不是开 Command Mode？ 因为其实在直接操作 Command Mode 的时候，其实很多人会比较不习惯去用指令切换目录。好，那如果你在这个 VS Code 上面先到了那个目录，再去打指令的话，其实它就会直接在这个目录底下，会比较方便一点。那再来就是说，它改完的程式你也可以马上看到。好，这个对很多不习惯指令的程式设计师来讲会比较方便一点。开 VS Code 的时候，一开始如果没有终端机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你们可以按这个，好，这边有个终端机，好，然后去新增一个终端机，好，它就会出现终端机的画面。那目前我是把这个画面拉到比较大。好，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一般来说左边通常都会是你的目录的资料。那再来就是上面会有你点的程式以后它会显示在上面。好，那我们先把它拉大一点。好，我们来主要以这个终端机的介绍为主。如果在 Windows 的环境，好 Windows 其实就是比较麻烦一点，你就只能在 WSL 底下来去做操作，在这里打 WSL 它就会在这个目录下。好，所以这样子操作起来其实是方便很多的。好，那进来以后我们再去打 Cloud。进来 Cloud 以后啊，你们会看到说，我目前的设定一进来它就已经抓到我的 key 跟我的 URL。好，那是因为我已经做了一些额外的设定，所以进来以后它就自动会载入我的 key。好，跟它这个中转供应商的 URL。好，那我们如果是第一次要使用我们可以把这个就是把刚才的指令把它复制过来，好像我就把这个刚才网页上看到的那几条贴上来，然后你们把 API key 换成自己的。好，那这样子之后我透过指令或者是就是直接打 Cloud 进来以后啊，好，它其实就会直接帮我载入这个 key 跟我的 URL 了。打完以后啊，其实这样子存起来就好。好，那之后再打 Cloud。好，那以后你进来的时候，它其实 key 跟这个 URL 就会自动帮你们做载入的动作。好，那另外要特别注意一下它其实是可以直接这样打，可以这样子快速进入 Cloud 的画面。好，但是这样子进去啊，它其实会比较麻烦一点，它不会去抓 run command 的一些内容。好，所以像刚才我们设的那些环境变数，它就不会帮我们做载入。好，所以你看像这样子，它只有目录知道在哪里，好，但是它没有抓到我的 API key。好，那它还是叫我再去做 login 的动作，这样。这个时候你们可以去额外去打别的指令。好，可以打这个，我就会用这个 batch 的指令来去呼叫 Cloud， 这样子它才会去抓到我的 run command 的一些参数啊。好，所以像我这样子直接打了以后啊，进去 OK， 好，像这样子进来它才能抓到我的环境变数。好，所以像这边 API 的 base URL 跟我的 key 它才抓到。好，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请这个 Cloud Code 去帮我做一些事情。一般来说第一个就是要请这个 Cloud Code 做的事情就是 initial， 就是看你这个目录下的资料，然后去帮你做一些初始化的动作，这样子 initial。 那这个做完了以后，它其实会帮你产生一个 cloud.md 的档案。好，所以像我们这样测啊，它如果 OK 的话，就表示说这样子就是表示说这个 API key 是可以用的。好，那因为它像这边它其实就是在背后再去分析这个资料，然后去透过模型帮你去做解答。好，这个部分如果都 OK， 就表示已经打通了。我们等它稍微跑一下。
OK， 好，那接下来它就是要产生我们的这个 cloud.md 这个档案。好，那我们在它做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还可以再去做其他事情。这个大概就是简单的 Cloud Code 的一些使用方式啊。好，那你们要详细的操作，网络上还蛮多资料的。今天主要是要介绍大家这个免费可以获得$100来去使用 Cloud Code 的方法。希望大家如果想要去学习 Cloud Code 啊，可以先透过这种免费的额度来去做使用，就不会浪费自己一些额外的费用这样。